欢迎来到 Star News HT 频道，请订阅并分享，以便及时了解当今著名明星的最新消息。4月22日清晨，周深用最郑重的9个字致敬英雄。4月22号一大早，很多人刚睁开眼刷手机，就看到周深转发了新华社的一条动态。他平时发东西总爱带点俏皮话，可这次不一样。配文就一句特别郑重的致敬志愿军英烈，祖国间你们回来，字里行间全是认真。点开一看，原来是他为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纪念举漫长的问候献唱了。这首歌的来头不小，是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联合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一起出的。总出品人名单里能看到倪嗣义、周勇、钱彤、石峰这些名字，总监制是徐壮志、令伟嘉、吴丹，制作团队有牛奇、刘鑫、周庚虎、宋君毅、吴丹妮、张艺飞这些人参与。作词是林度，作曲钟尹红，制作人王嘉诚和党天佑，配唱制作人和人声录音师是徐威，编曲楚立东和党天佑，混音母带赵静。录音室在上海52赫兹录音室完成的。歌里有一句歌词特别戳人，我会化作一捧土，化作云，化作青山一座，陪你一起守望我们的祖国。新华社在发这首歌的时候，配的文案是春天的神州大地，处处繁花，每一朵都是写给英烈的家书。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媒体转发引用。就在周深发动态的这天上午，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交接仪式，中韩双方代表在那里共同出席。韩方向中方移交第13批12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还有146件遗物。中方交接代表团由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徐耀率领。韩国送还中国军人遗骸代表团由韩国国防部次官李斗熙带领，双方代表现场签署了交接书，然后中方举行了悼念仪式，现场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驻韩国大使带兵为志愿军烈士棺椁覆盖上国旗，中方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士遗骸行3鞠躬礼。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礼兵持国旗护送烈士棺椁登上了解放军空军的运负20B 运输机。这架运负20B 的呼号是荣归50。上午9点50分左右，飞机从仁川国际机场起飞，进入中国领空后，呼号为红鹰的4架歼负20战机起飞迎接护航。这就是媒体常说的双20列阵长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英灵致以崇高敬意。11点25分，运负20B 平稳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机场用最高礼遇过水门为英灵洗尘。水门仪式结束后，11点53分，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正式开始。解放军官兵军容严整，持枪伫立在现场。礼兵们双手捧起覆盖着5星红旗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缓步走下专机，整齐安放在指定位置。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棺椁3鞠躬。参加这次仪式的人数有1800多人，这些人里有抗美援朝老战士、烈士家属代表、抗美援朝英雄联队官兵代表，还有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奥运健儿、港澳台师生、青少年学生代表。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人们聚在一起，都是为了迎接英雄回家。徐耀在交接仪式上说了个数字，中韩双方连续13年实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到现在已经将1023位烈士遗骸接回祖国。这个工作是从2014年开始的。遵循的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周深不是第一次唱这种家国情怀的歌，之前他唱过电影《志愿军》，
雄兵出击的主题曲。他在谈到志愿军烈士时说过，最强烈的感受一定是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会永远铭记。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每一面盖在我们烈士身上的国旗，都是在天安门升起过，看见过新中国的朝阳。我当时在录音棚满眼都是泪，非常感动，也希望他们能够看见他们用生命守护的祖国，繁花依旧，灯火辉煌。双引号。漫长的问候这首歌的歌词里有很多具象的描写，循着风，沿山而走，云住进春天里头，柔软了孩子的梦。他的午后，发光的遥遥星空，伴奏把白话匆匆，让歌声在想念的心底里缝作彩虹。这些句子像画面一样展开。还有一段写的是，穿过故事一般的摇曳着柔软乡音的村落，稻香旧事，对幸福的解说。时间叮咚的经过，是落下的眼泪变成糖果，是雨水轻轻敲种子的动作。这种写法把抽象的情感变成了可以触摸的东西。副歌部分更直接，乘着风，我在硝烟与战火，不变四季的残破的村落，带着热望，在血泊中摸索。我会化作一捧土，化作云，化作青山一座，陪你一起守望我们的祖国。这几句成了整首歌最核心的表达。周深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展现出了特别的特质。他最早被大家认识是因为大鱼，那种空灵的像在云里飘着的声音让人印象深刻。但后来人们发现，他唱这种厚重又温柔的歌反而更打动人。他唱过《灯火里的中国》，在晚会上表演过，还唱过有我这种带着少年义气的正能量歌曲。每次他的声音一出来，那种干净又有力量的感觉，总能一下子把人拉进情绪里。不是那种刻意煽情，而是自然而然的感染力。这次唱《漫长的问候》，能听出来他不是随便应付。录音是在上海52赫兹录音室完成的，这个录音室在业内挺有名。制作团队特别鸣谢了周深工作室和造梦家有为音乐。从这些细节能看出来，整个制作过程很专业。歌曲的 MV 也在同一天发布。澎湃新闻、光明时政、中国新闻网这些媒体都转发了。新浪网在早上7点59分就发了相关报道，标题是致敬，在繁花盛放的春天接英雄回家。新华社的官方账号在各个平台同步推送。退役军人事务部除了推出这首歌，还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主题宣传片《山河营中魂》。这两个作品一歌一片，形成了完整的纪念组合。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迎回仪式现场，有很多感人的场景被记者拍下来。陈松和于洪春这些摄影记者记录下了孕妇20B飞抵沈阳，专机通过水门，老战士迎接英雄回家，礼兵护送棺椁这些瞬间。这些照片后来被中国日报网等媒体广泛采用。仪式结束后，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的车队离开现场。这些烈士的遗骸会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那里已经安葬了很多批从韩国迎回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周深转发新华社动态的时间点很有意思，4月22日正好是烈士遗骸归国的日子，他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和整个事件的节奏完全同步。他没有多说别的，就跟着官方一起认认真真地喊出那句祖国接你们回来。这种简洁反而显得更有分量。平时在舞台上，周深给人的印象是活泼的，爱蹦蹦跳跳，像个没长大的小太阳。可一到这种庄重的场合，他立刻就能沉下来，带着满满的诚意。这种反差让人印象更深。漫长的问候这首歌的制作阵容很强大，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人，项目统筹还有谢家、杨轩、徐步云、白泽、
邬金夫。记者团队有丁飞白、吴双彤、陈建成、王非凡、吕成英。参与人员有雷丽娜、李倩、田庚申、梁文雅、孙闯、赵丹阳、郝星宇、杨玉喜、吴梦琪。后期制作是谢佳、李思玉、崔阳。这么庞大的团队合作一首歌，说明这不是个简单的商业项目。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和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出品，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说服力。两个都是权威机构，一个负责退役军人事务，一个是国家通讯社。歌曲上线后，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官微第一时间转发了。他们用的标题是周深献唱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主题纪念曲《漫长的问候》。正文里详细列出了所有制作人员名单。广州增城退役军人发布也发了相关内容，不过他们的权威性标注比较低。但不管怎样，这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系统都在关注这件事。荔枝新闻在下午2点03分发了报道，提到周深之前唱志愿军雄兵出击主题曲的事。江苏广电集团荔枝新闻客户端官方账号发的稿子，里面引用了周深当时说的那些话。中国日报网在下午4点37分发了图文报道，配了很多现场照片，有孕妇20B飞抵沈阳的，有专机通过水门的，有老战士迎接的，有礼兵护送棺椁的。这些照片构成了完整的视觉记录。新浪网在早上7点59分发的报道里，用了山河已无恙，英魂请安息这句话，还呼吁大家一起转发，以国之名接迎英雄回家。这个话题后来在社交媒体上有了不少讨论。周深工作室和造梦家有为音乐被特别鸣谢，说明他们在歌曲制作中提供了支持。造梦家是音乐制作公司，有为音乐也是业内机构。这种专业团队的加入，保证了歌曲的质量。歌曲的旋律和编曲很有特点，前奏部分用了一些轻柔的乐器，营造出春天的氛围。周深的嗓音进来后，慢慢推进情绪，到副歌部分达到高潮。这种编排符合纪念曲的定位。歌词作者林度用了很多意象化的表达，在蜿蜒河流、开花的巷子口，在熙攘的人海中，藏着远远的问候这几句，把对英雄的思念放在了日常生活场景里。若你想我，一草一木就是我；若念我，万家灯火也是我，我就在你的左右。一直往春天里走，亲爱的，这段结尾给了整首歌一个温暖的收束，没有停留在悲伤里，而是指向了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从2014年开始这项工作，到2026年已经是第13个年头。每年春天都会有一次这样的交接仪式。1023位烈士的数字背后，是成千上万个家庭几十年的等待。孕妇20B 和肩负20的双20护航，是近几年才有的安排。这种国家级的礼遇，体现了对英雄的尊崇。过水门仪式在航空界是最高礼节，通常只用于重要场合。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迎回仪式，每次都有很多人自发参加，除了官方安排的代表，还有很多市民会守在机场外围，就为了看一眼英雄回家的过程。抗美援朝老战士现在年纪都很大了，能来现场参加仪式的越来越少，但他们只要身体允许，都会坚持来。对他们来说，迎接战友回家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之一。烈士家属代表的心情更复杂，有些人等了70多年，才等到亲人的遗骸回家，那种情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仪式现场经常能看到家属默默流泪的场景。青少年学生代表的参与很有意义，他们出生在和平年代，对战争没有直观感受，但通过参加这样的仪式，
能让他们理解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来的。港澳台师生的加入也很特别，这说明对英雄的敬意是跨越地域的，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情感。国家统一的概念在这些细节里得到了体现。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合奥运健儿的参与，代表了不同领域的国家荣誉。航天和体育都是展现国家实力的窗口，这些领域的佼佼者来迎接英雄，象征意义很强。周深作为青年歌手的代表，用音乐的方式参与其中。他的受众主要是年轻人，这种形式更容易被年轻一代接受。音乐的力量有时候比说教更直接。漫长的问候这个歌名起得很好，漫长指的是时间的跨度，从战争结束到现在已经70多年。问候是生者对逝者的表达，虽然隔着时空，但情感是相通的。歌曲发布的时间选在4月22日，和遗骸归国是同一天。这种同步让音乐和事件形成了呼应。听到歌的时候，正好能看到新闻里的现场画面。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在传播这样的内容时有天然的优势。他们的平台覆盖广，权威性强，能确保信息准确传递。和周深的合作，增加了内容的传播力。退役军人事务部是2018年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部门，负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包括烈士褒扬纪念。这次的活动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从制作名单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跨部门的合作。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还有各种专业团队，这种协作效率很高。歌曲的推广由蒲文林负责，项目统筹有谢家、杨轩、徐步云、白泽、邬金夫。这些人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确保歌曲能顺利上线。记者团队记录了整个过程，从韩国仁川的交接仪式，到沈阳桃仙机场的迎回仪式。他们的报道让更多人了解了这件事。后期制作团队把音乐和画面结合起来，做出了完整的 MV。这种视听结合的方式，比单纯听歌更有感染力。周深在录音棚录这首歌的时候，应该能感受到歌词里的情感。他说过，录志愿军主题曲时满眼都是泪，这次可能也有类似的体验。歌曲里我会化作一捧土，化作云，化作青山一座，这句成了很多人记忆最深的点。这种拟物化的表达，把英雄的精神具象化了。陪你一起守望我们的祖国是整首歌的落脚点。英雄用生命守护的祖国，现在由后来者继续守护。这种传承是纪念的意义所在。新华社的文案每一朵都是写给英烈的家书，也很打动人。春天盛开的繁花，成了生者写给逝者的信。这个比喻很美，也很贴切。从2014年到2026年，13批1023位烈士遗骸回家，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说明这项工作还在继续。可能还有更多烈士的遗骸在韩国，需要慢慢寻找和确认。每次交接仪式都有类似的流程：签署交接书、覆盖国旗、3鞠躬、登机、护航、降落、过水门、迎回仪式。这些程序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但每次又有些不同。比如今年的双20护航，就是近几年才有的安排。仪式现场的参与者也在变化，会有新的群体加入。周深的参与是今年的一个新特点，用流行歌手唱纪念曲，这种方式更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可能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尝试。歌曲上线后的传播效果很好，各大媒体都转发了，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讨论，这说明这种形式是被接受的。从专业角度看，这首歌的制作水平很高，作词、作曲、编曲、录音、混音，每个环节都很到位。
不是那种赶工出来的作品。周深的演唱也很到位，他把握好了情感的尺度，没有过度煽情，但又能打动人心。这种分寸感需要很好的专业素养。整个事件从早上韩国仁川的交接仪式开始，到中午沈阳的迎回仪式，再到全天歌曲的传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线。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外交官员参加交接仪式，军人执行护航任务，机场工作人员准备水门仪式，老战士和家属参加迎回仪式，媒体记者记录过程，歌手演唱纪念曲，公众通过媒体了解信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英雄回家出一份力。这种全社会参与的纪念活动，比单纯的官方仪式更有意义。周深的那句致敬志愿军英烈，祖国间你们回来，逗号，虽然简短，但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有时候最简单的话，反而最有力量。